女孩半夜睡得正香，床边的爸妈却突然举起锤子朝她脑袋狠狠砸了下去。只因昨日他们收了别人的500块钱彩礼，打算将自己女儿和隔壁早死的男人配冥婚。可就在第2天举办葬礼时，棺材里却传出砰砰的声音。陈大牛，你家傻妞咋死了？下一秒，乔欣怡就从棺材里坐了起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边上还放着一口棺材。眼前虽然是灵堂，却布置得分外诡异。他将周围的人都扫了一圈，目光落在那个拿着棍子正悄悄靠近的陈母身上。好一个冥婚现场，这是看我没死透，打算给我再来一下呢。乔欣怡假装不知道陈母的打算，等他靠近后，猛地一脚将他踹飞，随后抱着人往棺材里一扔，又将棺材板盖上。他的动作太快，灵堂所有人都傻眼了。还愣着干嘛？送上山埋了，小心误了吉时。你这个赔钱货，我打死你！乔欣怡撒腿就往外面跑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村口，傅青山也被聚集的村民挡住了去路。老乡，前头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救命。村民看到对方是穿军装的年轻男人，愣了一下。你是谁家的？咱村里怎么没有见过你？我是陈壮士的战友，正好路过这里，顺路帮他送点东西。老乡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喊救命的是陈大牛家的傻闺女，奇了怪了。前天说他摔门砍上死了，他爹妈还收了500块给他配冥婚呢。结果今天早上人又活过来了。摔死？你信？我看就是陈大牛2口子为了钱把傻闺女弄死了。那闺女小时候可不傻，是活活被打傻的。那可是500块钱呢。陈大牛家还有个儿子，那小子读书要钱，以后娶媳妇儿也要钱。傻闺女嫁不出，肯定不能一直白养着，反正也是个赔钱货。死了就死，还能给家里挣500块钱，也算是尽孝了。不管他是不是傻子，但杀人犯法，都让一让。傅青山赶到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女孩把2个年轻男人打得嗷嗷叫，边上还有3个男人手里拿着棍子，正在找机会准备动手。住手！你谁啊？管我们陈家闲事！他吼完，一抬头对上男人冷厉的眼神，顿时一愣。乔欣怡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你是军人？我是解放军同志啊！我们这是家事，这是我堂妹傻妞，她是傻子，但她力气很大，要是没把她管好，她是会伤人的。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！我呸！你们陈家没一个好东西，全都是谋财害命的黑心肝。傅青山看了眼陈家人口里的傻妞，听他说话伶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傻子。此时挨了乔欣怡骂的陈家几人脸色明显一变，这傻子会说话了。军人同志，我看你骑了自行车，能不能麻烦你骑车带我去县城派出所报公安？陈大牛2夫妻想谋杀我，我要报公安。围观的村民一片哗然。陈大牛家的傻闺女好像不傻咧，说话咧嘞，还说的老利索咧。你上来，我骑车带你去县城。乔欣怡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。坐稳了。听到回应的傅青山立刻踩着自行车快速离开。半个小时后，2人就到了县城公安局。他们刚到门口，一个年轻的公安就跑了出来。傅青山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事情办完了？遇到点事，他要报公安，我带他过来。这不是嘎子村那个傻子吗？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，头上还别着白花？乔欣怡听到后连忙伸手将花从头上拽了下来。你看他这样像傻的吗？还真不像，他今天的眼神看着也不呆，还挺有灵气的。这不对呀，我以前在嘎子村见过傻妞，他真是傻子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而且眼神从来不与人对视。我以前那是被陈大牛打傻了，我现在又不傻了。公安同志，我要告陈大牛2夫妻谋财害命，要告他俩偷换孩子，还要举报他俩宣扬封建迷信。嘎子村的傻妞傻了15年，可他今天不仅不傻了，还专门跑来公安局报案。公安同志，我要告陈大牛2夫妻谋财害命，要告他俩偷换孩子，还要举报他俩宣扬封建迷信。几分钟后，乔欣怡就坐在了公安局里，周围围满了人。我先说陈大牛2口子谋财害命这事。前天晚上我喝了几口水以后，人就特别昏，身上也没力气，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生病了，也没多想。但是半夜陈大牛2夫妻就摸进我房间里，拿着手臂粗的棍子就对着我脑袋打了下来。乔欣怡说着便扒拉开头顶上的头发，露出脑袋上的伤口。陈大川几人探头一看，都吓了一大跳。他们收了庄家500块钱，杀了我给庄家早死的儿子配冥婚。我早上人都是在棺材里醒来的，我睡的屋子里肯定还有血。对了，我放床头上的竹筒里还有那晚上没喝完的水，如果他们还没有到了，那水也能拿去检测一下，里头肯定有安眠药之类的药物。有这些，陈大牛2夫妻杀人害命这罪逃不掉吧？如果你说的事是真的话，那确实。偷换孩子的事怎么说？傅青山担心围着的人太多，怕一人问一句耽误时间，便开了口：你这伤必须去医院处理，脑袋上的伤不能耽误。你昨天1天没醒来，可能是暂时性休克了。陈大川几人一听连连点头，是要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这人心肠还怪好的。我4岁被陈大牛夫妻打到脑子后，他俩说话就没再避找我了。我曾亲耳听到他们说后悔把我抱回来，说当年就该把2号床家的闺女换回来。
陈家当年是在省城人民医院生的孩子，陈家当年是1号床，当天晚上一起生孩子的同一个病房的还有2家，2号床的男人好像是当兵的，孩子妈是老师，3号床两夫妻是双职工，不过都是车间里的普通工人。当年陈大牛两夫妻把他们自己的闺女换给了2号床，然后看我刚出生就长得白白净净，想着好看的养大了能换更高的彩礼，所以就把2号床的孩子换到我亲生父母那，然后把我抱走回了嘎子村。这些都是我这些年听过无数遍的事，你们把陈大牛两夫妻抓来审一下，肯定就能审出来。众人惊了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。这些要是都是真的，陈大牛两夫妻也太可恨了。乔欣怡说的这些话全部都是原主记忆里的事。原主4岁时挨了一顿打，变成了别人眼里的傻子。其实原主并不是傻，是自闭。全村的人都以为原主傻，所以大家说话从不避着他。久而久之，他脑子里就装了一村的八卦，也装了陈大牛两夫妻自以为藏得很好的秘密。一路做好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是命苦。乔欣怡说完才想起这是她穿越前的口头禅。老公安几人神色一僵，大家更同情眼前这个女孩子了。陈大川，你和你朋友带着傻妞先去医院做检查，脑子上的伤不能拖延，我们带着人去嘎子村把涉事的所有人都带回来。傻妞好不容易不傻了，这脑袋给砸成这样，就怕聪明一会儿又傻回去了。我送他去医院，你们人手紧着办案。傅青山是军人，又和陈大川认识，把人交给他，老公安也放心，便点了头接受了他的这个提议。于是几人就分道行动，公安几人往嘎子村去，傅青山骑着自行车带着人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傅青山被使唤的忙得不停，一会儿去交钱，一会儿去做登记。2个小时后，陈大川提着2个水果罐头走了进来。庄家花了500块买女孩一条命去配冥婚，谁料女孩醒来后反手讹了他们5000块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凉快。案子有进展了？有，我过来就是找傻妞说这事。我们把人带回去后，一开始陈大牛两夫妻还不承认偷换孩子的事，后来用了点审讯的手段，2人才招认了。确实如傻妞所说，陈大牛夫妇当年在省城生孩子时，趁机偷换了几家的孩子。傻妞你放心，我们正在联系省城公安寻找你的亲生父母，你是双职工家庭的孩子，又有医院记录，应该很快能有消息。那陈大牛夫妻俩故意杀人且买卖尸体这个罪，再加一个封建迷信，这些怎么说？你知道的还挺多的，连买卖尸体罪你都知道。嘿嘿，我天生就聪明。这些他们也认了，他们承认给你下药，用锄头砸你。买你的人是 A 市的庄家，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陈大牛，不过庄家那边嘴硬，不配合调查，但我们从陈大牛那问了出来，男的是供销社主任，女的是食品厂会计。乔欣怡只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隔天下午，陈大川带着一个面生的男人就走了进来。傻妞，这是庄春生，是男方的爷爷，特地从市里下来，说是要代表庄家和你道个歉。傻妞同志，对于今天的事情，我代表庄家向你道歉，对你的遭遇也深感同情。说来也是我儿子和儿媳妇急糊涂了，才让陈大牛两夫妻耍了。他们真没有想到，竟然会有人这么狠毒，会为了赚500块钱对自己养大的女儿下死手。乔欣怡一听到这番话，就知道庄春生的目的是什么了。听你放屁！见我醒了你儿子儿媳，也没拦着陈家人继续荷官，也没拦着陈家人来抓我。我尸体这么新鲜，你儿子儿媳敢说他们看见我的尸体以后猜不出来我才死的？你没死。对，更何况我没死。你儿子儿媳妇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楚，他们这是要把我活埋啊！陈大牛两夫妻心狠手辣，可你庄家人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谋杀我这件事，陈大牛两夫妻是主谋，你儿子儿媳也逃不掉帮凶这个身份。所以你若是要和我说你儿子儿媳也是倒霉被人骗了这样的话，免开尊口，我伤重，别让我浪费精力骂你。庄春生大小是个领导，平日见多了对他蓄意讨好的人，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直白的嘲讽和怨怼。我是带着诚意来解决这件事的，我儿子儿媳确实有错，这样的我们可以给你赔偿，你说个数，写个条子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好啊，给我3000块，我就给你们写个条子。多少？3000？你狮子大张口，也不看看你配吗？在你眼里我不配，那什么人配？难道你是觉得人民有阶级之分吗？还是百姓有贵贱之分？我廉价，我不配，你们家这样贵的就配？乔欣怡这2句反问饶是怒头上的庄春生也不敢回答。傻妞，俗话说做人留一线，我庄春生在 A 市也是说得上话的人，你不过是一个没上过学连村都没有出过的年轻人，我若是不接受你庄家3瓜2枣的打发，你们就要让我以后生不如死。你想说你在 A 市能只手遮天，得罪了你就能让我余生不好过是吗？庄春生，就算你是 A 市说1不2的人，你还能遮住 B 市的天？你还能遮住省城的天？还是你能遮住整个华国的天？我是没有上过学，我睁眼瞎，但是我长了嘴，我会问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，会问去报社的路怎么走，也会问去京市为自己伸冤，撕开你庄春生这片天的路怎么走。乔欣怡满眼都是嘲讽，庄春生一时被对得说不出话，站在一旁的陈大川看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好，3000块，
3000那是你说出你配吗这句话之前的价格，现在的价格是5000。2000块那是你买我不去你单位和你上级单位检举你的价，3000是你儿子儿媳给我的赔偿金。庄春生，我这可是有公安作证的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包括你威胁我的话，我真去检举你了，你经得起查吗？庄春生额头上冷汗连连，脸色铁青。行，5000就5000，我明天一早拿给你。庄春生前脚刚走，乔欣怡抬头就看见出去买饭的傅青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就站在病房门口看着，也不知道站了多久。陈大川因为单位要加班，给两人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。你好像懂得比一般人都多。我聪明啊，村子里的牛棚里住过有一个留过洋的老教授，他说我不是傻子，只是创伤后形成了自我保护意识，说我天生脑袋瓜聪明，学什么都快。他好为人师，最喜欢教我知识了，可惜他命不好，前2年在山里干活的时候摔死了。原主的记忆里中牛棚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不过不是好为人师的老教授，而是一个当原主是空气的老头。对了，谢谢你帮我买饭，忘了问你，你在哪当兵啊？刚调去省城的部队。我亲生父母也在省城，那以后我们还能在省城见面。等庄春生把赔偿金给我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先存着？我没户口没法去存钱，等我户口弄好了你再把钱给我，这几天医院的费用就从里面扣就行了。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庄春生果然带着5000块钱来了。这是我们2家人连夜卖了房子，把所有亲朋好友全部借了遍，还预支了2家人好久的工资才凑上的。乔欣怡接过钱数了一遍，确定没错，又拿出纸和笔给庄春生写了一个收据。庄春生惊讶于傻子为什么会写字，但到底还是因为肉疼这给出去的5000块，什么也没多问，拿着条子就板着脸匆匆走了。下午陈大川就带来了新的消息，省城公安联系上你亲生父母了，另外一家也找到了，明天就送你去省城。第二天乔欣怡就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。你亲爸叫乔来旺，母亲叫陈玉冰，你是家里的老大，有个13岁的弟弟叫乔云柏，原本还有一个弟弟叫乔云松，小时候失踪了，如果还在，今年该17了。就没了？我爷奶还活着吗？我爸妈有兄弟姐妹吗？他们人怎么样？你爷爷去世多年，奶奶陈菊还活着，今年59，跟着你爸妈过。你爸排行老2，有一个大伯，一个姑姑和一个小叔，他们住在纺织厂分的2居室。青山托人打听过，厂里人都夸你妈勤快疼孩子，你爸孝顺顾家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是个老实人。乔欣怡听到傅青山的名字，下意识看了他一眼，他却望着窗外，没有回应。乔家是本地人吗？都是省城本地人，不过你母亲和她娘家断绝了来往，具体原因没打听出来。唉，看来我亲爸妈家的日子也过得一团糟啊。6个小时后，4人终于到达省城，一位公安同志开车将4人送到公安局，趁着停车间隙，乔欣怡凑到傅青山身边求他帮一件事。不管是和亲奶一屋子，还是和弟弟一屋子，又或者睡客厅，我都接受不了，所以能不能请你帮我租个房子，不用太大，单间就行。租房子啊？巧了，我家恰好有一个空房间要出租，你要不嫌弃你去我家看看，我家里3个人，我妈、我，还有我今年刚要上高2的妹妹，家里那间空房间之前租给亲戚，不过前2个月我亲戚结了婚就搬走了，你要租的话，和我家亲戚一样，1个月给我们5块钱租金就够了。省城这样的地方，1个月一间屋子5块钱的租金确实很实惠了。李军自家住一个院子，不是好多人一起住的大杂院，他家人也不错，忙完我陪你去看看，不合适再去找别的地方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陈玉冰，这是他们家养着的女儿，名字叫乔百合。是，陈玉冰是你亲生母亲。这位是何营长，这位是他爱人周允，这是他们家养着的女儿，名字叫何柔。等大队长介绍完以后，何柔才着急地问道：只有你一个人来吗？我陈家没来人吗？陈大牛2夫妻是罪犯，来干什么？你到底是养你一场？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恶毒了些？乔欣怡眼神锐利地扫向何柔。我女儿又没说错，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要吃了她的眼神盯着她看？她就是错了，还大错特错。我女儿不是一出生就被当父母的丢弃，不是被陈大牛他们好心捡回家养大。我女儿有妈，我乔家养得起自己的孩子，我乔家用不着别人帮我们养孩子。是这个道理，陈家对于乔家只有罪没有恩。陈家先是把好好的姑娘打成一个傻子，又为了几百块钱杀人，哪来的养恩？不说陈家的人和事了，今天主要是你们2家大人商量一下自家的孩子都该怎么安排，还有你们乔家的女儿今天也得把户口解决了。大队长话音刚落，何柔就哭了。爸妈，我好想继续当你们的女儿，可惜缘分太短，你们把亲生女儿接回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周云顿时心疼坏了，没来得及多想，连忙追了出去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她虽然不是我和我爱人亲生的，可到底养了19年了，感情不能说丢就丢，请你们给我们家一点时间，
回去以后我们会好好劝劝柔柔的。等过些时间，到时候我和我爱人去你们厂里家属院亲自接孩子回家。百合，爸爸知道你是个乖孩子，你别急。现在你养父母家里再住几天，他们毕竟养你一场，你再多陪陪他们几天。说完，他也匆匆忙忙追了出去。这一去，追的不仅是养了19年的女儿，也是追她的前程。何柔高考完就处了个对象，对方家世相当不错，说不定能解他燃眉之急。何家3人前后脚都走了，乔百合本来就苍白的脸色这会儿更惨白了。百合，你别怕，跟妈回去，就算他们不要你，乔家永远都是你的家。你也别怪妈，等回了家，妈一定尽力把这19年亏欠你的都补上。百合脾气软，好相处，她当姐姐的也会照顾人，你先试着和她相处，若是你们实在相处不来，再告诉妈，妈再来想办法。乔欣怡也看出来了，到现在一句话没说的乔百合是真的软脾气。她要是乔百合，亲爸妈敢把她丢在这就跑了，她非得干出点让大家都别好过的事来。既然乔家就只来了你一个人，你想想给你女儿起个什么名字？家里弟弟都是用树起名，百合又是用花，不如我也用花吧，我想叫乔欣怡。这个名字好，欣怡花艳而不妖，花朵风姿多彩，也代表着蓬勃向上的追求，骄傲而矜持。对了，我今年已经成年了，能不能单独开一个户口本，把我户口挂在集体户上就行了？陈玉冰面色一僵，你是怨妈没保护你，所以你不想和妈回家吗？我户口独立和我回不回家没有关系，家我是回的，但是我喜欢自己的户口是独立的，我这人独来独往习惯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乔欣怡就拿到了自己的户口证明。这些天承蒙公安同志们的照顾，以后有机会你们来省城记得联系我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们。若是我有机会再回去小县城，也一定会去拜访你们。送走2人，陈玉冰一手牵着一个女儿去等公交。今天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只有妈你来？我亲爸呢？他是不是不在了？陈玉冰和乔百合2人的表情微微一变。难道我是一父子？当年生我时长辈都不在了，才让你一个人在医院？唉，生你的时候，你奶奶说你爸第2天要上班，大晚上不睡觉，第2天就没精神上班。今天也是你奶奶说你爸要养家糊口，不能平白请假给扣半天工资。我爸可真孝顺，奶奶说啥都听。他这么孝顺，干嘛结婚生子？不如全职陪着他妈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你爸是孝顺，从我嫁给他，他每个月的工资全交给你奶奶管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奶奶从来没有拿出过1分钱。这些年全靠陈玉冰一个人加班接零活养活全家，在外人看乔来望千好万好，可只有他知道日子有多难。不就是接个人，用得着大半天？全家等着你做饭呢，是不是等着老婆子我伺候你？孩子头上有伤，我带他去了趟医院。没事的，晚一会儿吃就行了。你要是饿了，柜子里有饼干，先垫垫。头咋包成这样？欣怡，你先坐着歇歇，妈去做饭。云博，这是你大姐，叫乔欣怡，她脑袋上有伤，你和百合照顾好她。我知道了。说完，陈玉冰就进了厨房，在柜子里翻了好一会儿都没翻到肉。乔来旺，我早上让你买的肉呢，柜子里怎么找不到？妈没让买，不过是接个丫头片子回来，买什么肉？你这人会不会过日子？陈玉冰想反驳，但一想今天是女儿第1天回家，他也不想吵架，心里便想着晚上带几个孩子去国营饭店吃点好的。对了，不是说今天各接各的孩子吗？乔百合怎么还在咱家？他亲爹妈不要他了，咱家还得白养他。何家说等家里收拾好，过几天再接我回去。何家给钱了吗？该不会你妈把钱藏了吧？乔百合连忙解释，乔欣怡懒得听，直接走了出去。这个点大院的人都在院子里做饭。你是乔家今天领回的闺女，叫啥？婶子，我叫乔欣怡。婶子，你在烧肉吗？闻着真香，肉是啥味道啊？你这问的，肉还能是啥味？肉味呗，香着呢。说的好像你没吃过似的。我没吃过，偷走我的那家说女娃命贱，不配吃肉，我连肉汤都没喝过。不过我妈今天去接我，说让我爸买肉给我吃，可我爸没买。我亲奶也说女孩子不配吃肉。婶子，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瞎说，新社会男女平等，可没有女娃子不配吃肉这说法。你奶奶那是重男轻女，是旧社会的余孽。等会儿肉好了，你尝尝，婶子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。不，我不能要。婶子，你也别怪我爸和我奶，他们就是节省。我妈说我爸工资全交给我奶了，20年了，我妈没花过我爸1分钱，家里全靠我妈工资养活。我妈真厉害，就是太辛苦了。我奶管钱也挺厉害，就是管太严了。当年百合姐上学，我妈钱不够，我爸和我奶不给钱，百合姐才休学1年，不然去年就能高考了。此时乔家屋里坐着的陈菊脸都绿了。乔欣怡一顿骚操作，把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也说了。刚进屋，一杯水就浇上来。奶奶，你倒水看着点，我脑袋上还有伤呢，万一泼我身上，我伤口发炎了，去医院又得花我妈的钱了。陈菊婶子，
你心里不高兴，你朝着一个今天刚回家的孩子撒气，怎么着？气孩子把你干的事不小心抖出来了，你觉得丢人？是你就别干啊，一干就20年，结果还怕人说呢？你也是，亏了我们这些邻居觉得你是个老实厚道的人，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竟然靠老婆养家。张花，我们家的事你别胡说八道。我妈是过来人，她是怕我媳妇乱花钱，才帮我攒着。站在一旁，乔云博默默掏出怀里的小本子。5年前，大伯和大伯母来家里找奶奶借钱，借走了500块钱，说是给堂哥买工作。过了2天，小叔和小婶婶也来了，说是上班不方便要买自行车，借走了400块钱。姑姑也来找奶奶借了300块钱，说是要给表哥的工作找关系转正。你真的把我的钱给他们了？去年夏天，大伯和小叔一人又找奶奶借了200块钱，说是天气太热了，要给家里添电扇。我们家都没有自行车，他们家一家至少有2辆。我们家夏天难道就不热吗？但我们家一台电扇也没有。早上奶奶才和爸说大姐一个丫头片子回家，不值得特地去买肉回来。奶奶把妈给爸的钱和肉票都拿走了。等爸去上班了，奶奶立刻就出门去肉站，用妈的钱和肉票买了1斤五花肉送去给小叔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胡说什么？你现在骂孩子干什么？你先告诉我，我的工资到底还剩多少？我是你吗？生你养你的吗？我花你一点钱怎么了？现在就对我大吼大叫，我养老还能指望得上你吗？看来这钱是花的差不多了，可能就剩下个几十块钱了。你这个搅家精，给我闭嘴！你没回来之前，咱一家人和和气气过得多好，一回来就搅和的这个家不得安生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别说你生他养他一场，说的好像你没生乔有跟3兄妹，也没养过他们一样生，一样养，合着你就对乔来旺有大恩，对别的儿女没大恩。也是，指望乔来旺养老，那指定是指不上。他那点工资全让你拿去养别的儿女了，哪里还有钱养你？这20年来，你都是靠你儿媳妇养着呢。有些老太太真是白眼狼啊，儿媳妇好吃好喝供着呢，还成天在外面败坏儿媳妇名声。别吵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这20年工资到底还剩下多少？陈菊吓了一跳，心虚让他支支吾吾了好几秒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爸，奶奶的存折就藏在她枕头里，我上星期偷偷看过，存折里还有79.63元。奶奶在她冬天棉袄的口袋里还有42块钱，抽屉里放着4块多零钱。你的工资就剩这些了。好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竟然敢偷翻我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乔来旺仿佛听不见这些难听的谩骂，一心只记着他的工资，扯着亲老娘就往外面走。妈，你带我去找大哥，喊他们把我的工资还回来。妈，你为啥不跟爸离婚？想过，但离了婚，女人带孩子太难。以前街道有个离婚的张姐，孩子总被欺负，搬了好多次家。我怕你们也那样。而且你哥云松还没找到，我留的地址是乔家，离了，我怕他回来找不到我。等我长大挣钱，我只养你，不养爸，不养奶奶。再熬几年，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上班挣钱了，到时候换我来养家。你俩不愧是一起长大的，都是哭包。大姐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养你。奶奶说你没上过学，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，也嫁不到一个好人家。但是你别怕，我以后不逃学了，我好好读书。嫁不到好人家你就别嫁人，找不到工作你就别工作，我养你。我一定会和大姐一样好好读书，考大学。陈玉斌看着几个孩子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心怡，以后我和云柏一起养你。对不起，要不是我沾着你的身份，你也能上学，就不用在乡下吃苦了。别说大话，养我可费钱着呢，我自己能养活自己，用不着你们养我。大姐，你长这么大真的没有吃过肉吗？那你多吃一点儿。家里妈每个月都会买2次肉，虽然每次买不多，但一人也能分到几筷子。肉太油腻了，我现在还不能多吃，吃2块解解馋就行了。你们要是吃得下，可要都吃完，别带回家便宜某些人了。几人吃完饭便朝李军家走去，但是李军凑巧不在家，他母亲刘桂兰热情地接待了4人。这屋子我一直都在打扫，很干净。你们租的话，直接拿上你们的东西就能住进来了。做饭在院子角落支个煤炉就行，边上的铁架子是之前留下的，能放锅。刘大姐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妈，从今晚开始，家里你们每天喝稀粥配1碗咸菜或者白菜就行了，反正什么菜便宜吃什么菜。你们每天空了或者馋了就来我这吃一顿好的补补。真这样奶奶会骂人的吧？他们白吃白喝的，还想挑嘴？真的可以吗？那我们以后把好吃的都葬大姐这儿。奶奶总把好吃的偷拿给堂弟，以前妈发的巧克力，我和百合姐一人只吃了1块，剩下的都被奶奶拿去给乔祭祖了。奶奶还经常骂姐姐，骂的可难听了，姐姐总偷偷哭。妈，你趁早离婚算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喜欢那个家，不喜欢奶奶，也不太喜欢爸爸。哎，现在你们都大了，你奶奶恐怕不会让我带你们走，而且你爸知道钱没了，大概也不会同意离婚了。
只要妈愿意离就行。怎么离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四人回到家的时候，乔来旺和陈菊已经在家里了。说了吧，我儿子当然是跟我一条心，花他点钱怎么了？有的人啊，小心思白费喽。乔来旺是你生的，他和你一条心叫孝顺。云柏是我妈生的，和我妈一条心，当然也是孝顺。我弟弟真是个心疼妈妈和姐姐的好孩子。大姐，我13岁了，不是3岁。你的工资拿回来了。乔来旺摇摇头。原来陈菊半道上挣脱开乔来旺，直接跳了河，把乔来旺吓得不行。陈菊被路人从河里拽起来以后，指着乔来旺的鼻子骂他不孝，要逼死他这个当妈的。乔来旺最终顶不住压力，还是给陈菊这个当妈的道了歉，然后带着他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乔家的晚餐就是一锅可以当水喝的稀粥，再加1碗清水烫白菜。我上了一天班回家，你就给我吃这个？我在车间里干的是力气活。我今天去接孩子的钱都是找同事借的，以后还要多养一个孩子，我就那点工资让我养的，以后顿顿就这样的饭菜。你们谁要嫌吃的不好，那就自己去买菜。陈玉冰说完以后，看着乔来旺那脸色，顿时觉得心里十分痛快。第2个月第1天，乔欣怡刚起床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：叮，工资到账300元。乔欣怡当即笑成了一朵花。其实乔欣怡到这里还有一个任务，改变3个大反派的命运。为了让他生存下来，系统在每个月1号会给他发工资，1个月300，每年自动涨薪20%，且1年13薪，逢年过节还有福利。工资他可以选择曲线使用，也可以在系统商城里购买所需物品。唯一的不好就是，如果他到了这里半年后还没有开始任务，他就会被系统抹杀再一次死亡。而对于3个反派的相关信息，系统给的只有1则刊登在报纸上的新闻和黑白照片。乔欣怡根据新闻只得知2个信息：一是3个反派都是男性，2是2个年龄小的是双胞胎，2兄弟名字一个叫小周，一个叫小雨。算着时间，2兄弟今年也不过5岁，3人都是 Z 省的省城人。李军，今晚不加班吧？我想请大家吃顿饭，正好感谢你们一家这些天的照应。菜我来操办，叫我妈他们也一起，咱们聚一聚。对了，一会儿你帮我打个电话问问傅青山，他要是有空，今晚一块来；他要是没空，改天等他有空了，我再单独请他。应该不用加班，不过青山回老家了，今晚恐怕赶不回来。他这昨天还在和我说你呢。说我？对，他说你虽然没上过学，但识字懂得多。他打算回来以后找些小学毕业考的卷子给你试试，要是能行，他帮你弄个小学文凭，找工作就容易多了。乔欣怡愕然，虽然每个月系统会给他发工资，但他也确实需要一份明面上的收入。等下次见到傅同志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。乔欣怡还没到公交站，李军就追了上来。庄春生通过 A 市公安联系到我们这里，说是有点事找你，他5分钟后会再回拨过来。好端端的他找我干什么？他虽然不解，但还是跟着李军返回了。我是乔欣怡，什么事？我没找你，我找一个叫傻妞的村姑。我就是傻。乔同志，是这样的，你上次给我写的条子不太对，请你重新给我写一份谅解书，寄到我这里来。我是不可能写谅解书的，赔偿金的收据在案子里能起到多少作用，就是我能给的让步。可没有谅解书，我儿子他们都要被判刑呢。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，有了这个收据，如果公安判他们只坐1天牢，我也不会不服；但如果公安判他们坐10年牢，那也是他们应得的。我给钱，你开个价。给多少钱我也不会写谅解书。乔欣怡当然知道收据是收据，谅解书是谅解书，所以在医院的时候他才会打断庄春生的话，主动提出写条子。乔欣怡到家后就打开了系统商城，年终大促，全场75折，商城价格本来就持平于市场，现在遇上活动，1斤猪腿肉原本才8毛钱，打完折才6毛钱，大米原价1斤也才1毛3，面粉贵一些，1斤1毛6，牛羊肉1斤1块8，鸡肉鸭肉也是8毛钱1斤，鱼类的价格同样便宜。更让乔欣怡更心动的是电扇和自行车，电器类和工业类商品一律65折。乔欣怡当即就买了个电风扇。晚上下班的人回来，看着桌上摆的满满的饭菜，直接愣住了。欣怡啊，你这孩子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吧？没花多少钱，我运气好，去那地方转了一圈，正好遇到一个从乡下来进城探亲，但是走空了的乡亲，就把人家要送亲戚的东西全买了。人家看我要的多，就给我便宜了。对了，妈，乔百合人呢？大姐回她自己家了。下午何家那边叫人带话，让百合姐自己坐车回去。奶奶很生气，骂了她，还不让她带钱走。不过后来我追出去，把我攒的2块钱给她了。何家也太不像话了，孩子第一次回家也不来接，那他没口福了。开饭吧。对了，青山说他半夜回来，你要急着找他，明天可以直接去大院。行，那我明天一早就去。欣怡姐，我从没像今天这样吃肉吃得这么痛快，我可喜欢你了。嘴真甜，明天请你吃糖。姐，你还是别买糖了，省着买糖的钱，下个月再烧肉吃。第2天，乔欣怡转了2趟车，到大院门口的时候已经是11点半。
乔新义同志，我们营长还在政委那儿探视，他让我先领您去家里等。营长以为您会来得早，等了一上午，刚被叫走。早上睡过头了。那我带你先过去。我们家属院去年新起了几栋家属楼，可惜我们营长来得晚，没大房子了，就只能住在偏一点的老院子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这里是不是还有个何营长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叫何胜利，有个女儿叫何柔。何营长他们去年搬到新家属楼了，在1排2栋205。我想过去一下，如果傅同志回来了，你让他去何家找我就行了。乔欣怡刚走到楼下，就听见几个婶子在议论。早上周云带何柔出门，我听何柔那意思，她娘家亲戚来投奔，连身换洗衣服都没带。周云这是要养着那个叫乔百合的侄女。可不是，那乔百合昨天就到了，硬是在大门外蹲了一晚上，今早才让周云领进来。婶子们，打扰一下，你们听谁说乔百合是周云娘家亲戚？哟，你是谁家的？没见过你。我是傅同志家的。啊，不是，我是傅青山的朋友，来找他有事。周云真说乔百合是他娘家亲戚。是啊，早上亲口说的。正说着，周云就带着何柔回来了。何柔一眼认出了乔欣怡。乔欣怡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是不是乔百合带你进来的？乔家这么没规矩，不打招呼就上门，这是部队家属院，不是谁都能进的。何家就有规矩了，乔家帮你们养了。你闭嘴，先上楼再说。乔百合，你听到了就给我下来。正在做饭的乔百合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惊喜地跑了下来。欣怡，你怎么来了？就你一个人吗？我来找傅同志，顺路看看你。你回自己家都能被欺负成这样，等不到人你不知道回家，脑子呢？看他围着围裙，乔欣怡更来气。人家说你是来打秋风的穷亲戚，你有点骨气就不该吃何家一口饭。哎呀，你们俩别吵呀，你们跟周云到底啥关系？这是我们家的，要不要我管？你说不要，我立刻走。你管了我，奶奶会不会骂你？她能骂得过我？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家。婶子们评评理，哪有这样的父母？妈，我疼。周云吓了一跳，连忙喊人帮忙将何柔送去了医院。剩下几个婶子好奇极了，姑娘，你们到底咋回事？乔百合是何家的亲生女儿。乔欣怡飞快地把3家孩子刚出生就被换了的事说了。什么？何柔不是亲生的？赵大娘把刚回家的亲生女儿扔在外面一整个晚上，周云这个当妈的心怎么这么狠？婶子们，你们看我脑袋上的伤，就是何柔的亲生父母砸的。她亲生父母为了一点钱把我配了冥婚，要把我活生生钉进棺材里活埋了。后来我被救了，何柔亲爸妈就被抓了，她亲爸妈现在是罪犯，听说得判死刑呢。婶子们听听就好，别往外说，小心周云生气。他刚说完，之前的同志就过来了。乔同志，营长回来了。乔欣怡拉着乔百合就走。来了，伤口换药了吗？换了，医生说恢复的好，再过10天拆线。好，我们先去食堂吃饭。路上，乔百合将在何家发生的事都说了。乔欣怡听完更是火大。何柔说她发烧忘了，发个烧能把脑子烧没？骗鬼呢！她就是给你下马威，你要走了，她正好挑拨你跟何家关系，你要忍了，以后她就使劲欺负你。周云说何柔对象家世好，怕对方知道何柔真是婚事黄了，求我帮忙。我猜何柔对象什么来头？我刚调来，不清楚。我也不太了解。傅青山这么年轻就是营长，何胜利40了还是个营长，明年可能转业。何柔对象家世肯定不一般，能帮何家往上走。他没再多说，心里却有了打算。到了食堂，4人还没坐下，许政委和董参谋长就来了。领导好。好，我和老董一进来就听说副营长带着2个姑娘来食堂吃饭了。傅青山，不给我们介绍一下？傅青山简单介绍后，乔欣怡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。其实傅青山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他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乔欣怡直接把他在嘎子村差点被陈家活埋配冥婚的事说了，顺便把陈家当初在省城医院换孩子的事一并说了。部队栽培出傅青山这样好的同志，我们作为老百姓觉得很自豪，也很安心。我还给省城日报写了稿呢，我一定要把这样的好人好事宣扬出去，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们部队培养出了这样一位好军人，要将傅青山同志见义勇为的精神发扬光大。你小子不声不吭干了这么大的事，哈，给我们部队长脸了。许政委、董参谋长，还有一件事的麻烦你们。乔百合是养在我亲生父母身边的女孩，说来也是巧了，她的亲生父母是你们部队的何胜利。在傅青山几人没反应过来之前，乔欣怡就把何胜利和周云2夫妻干的那些离谱事都说出来了。许政委、董参谋长，您2位说，何营长他们这不是在骗婚吗？何柔是罪犯的亲生女儿，这是他们藏着掖着，然后当他们家亲生女儿嫁给别人，这事是好人家能干的。乔欣怡同志考虑的对，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调查，若是真的，定会严肃处理，让你这孩子受委屈了。几人吃完饭后，傅青山就送2人离开了部队。
乔欣怡将发生的事情给陈玉冰一说，他顿时心疼不已。你这个傻孩子，那头不接你回家，你就该像心怡说的一样，直接回家。你这孩子就爱多想，那老太婆嘴碎，她爱骂，你不搭理她不就成了？再说了，家是妈在养，你从到妈身边，你就没吃过她老太婆一口饭，没喝过她乔家一口水，你是妈养大的，你不欠那老太婆一丁半点。你要是骂不过你来找我，等我回去帮你一起骂，骂得她自己找棺材躺。哇，真好，原来我还可以有家，谢谢妈，谢谢心怡。行了，晚上回去我再收拾那老太婆。妈，你等会儿带百合先回去，我和傅青山还有事。从银行出来，乔欣怡拿着心存折，笑眯了眼。傅青山，这几天多谢你，今晚我得回家，明天或者后天请你吃饭。不是谢过了？那不一样，明天有空吗？最近在忙家里事，可能会回老家，等我有空去找你。家里催你回家相亲啊？如果是呢？住好，我的朋友。不是相亲，我想把2个侄子接来一起住，他们是我大哥的遗孤，在老家跟着我爸和后妈，我不放心。孩子多大了？是双胞胎，10岁6岁。我大哥大嫂走得早，孩子也没外公外婆，我得照顾他们。乔欣怡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我算是我大哥养大的，没有我大哥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啊？我大哥大我5岁，后妈不让他上学，后面他自己就进了运输队工作。他不在家，后妈就藏我作业本，还往我书包里浇水，考试的时候往我饭菜里下把豆粉。他这也太坏了吧！后来我好不容易中学毕业，他又唆使我爸不让我上学，是我大哥接我去县城供我上高中，还打算借钱给我买工作。再后来，我瞒着他报名参军了，高中学历在部队里机会多，晋升也顺利。我大嫂人也很好，她和我大哥结婚以后，经常寄包裹到部队给我，吃的、穿的。她照顾我哥的时候，会连我一起照顾。你大哥大嫂待你很好，如今他们不在了，留下一双证儿，你这个当叔叔的扛起你大哥大嫂的责任也是应该的。我工资还不错，养得起2个孩子，以后也养得起媳妇儿。我大哥当年是因公殉职，他去世后政府给了抚恤金，2个孩子在成年之前，每个孩子每月都有7块钱抚恤金，将来2个孩子上学也都免学费。乔欣怡听懂了，傅青山这是在告诉他，养育这2个孩子也不会成为他的负担。你下午有什么安排？我下午想找房子，不是想买房子。在李军家住的不开心？不是，李军到适婚的年纪了，这2年刘姨一直在托人给他介绍对象，到时候他结婚了，那房间要打通当做他的新房。你想买房的话，我带你去找李军一个朋友，他在城建部上班，房管局正好就是管这些的，房子的消息他那比较多。傅青山，听说你调来省城了，这位是？这是我朋友乔欣怡，他租在李军家里，现在他想买房子。那来找我就对了，想买多大的？哪个位置？还没具体想法。要是钱够，可以考虑长安街的洋房。这几栋洋房之前都是做各个单位办事处的，房子外表和里面都被保护得挺好，没被破坏。这2年不少人平反了，这些房产也归还到个人手里，有几栋洋房主人都想出售。乔欣怡看了眼资料，入墓地便是一幢2层半的小洋楼，有前庭也有后院。这幢最完整，就是贵了些，房主要卖2800。还有别的吗？这些是临街的平房，便宜些，小的300多，大的500到800。这么便宜？是贵吗？又小又破，还要花钱修。我想去这2处看看，现在方便吗？方便啊，我带你们过去，正好这2套房子的钥匙都在我这。半个小时后，3人就先到了小洋楼。一到小洋楼门口，乔欣怡就看呆了。小院里绿荫葱葱，白色砖墙的房子在一簇簇的绿色中十分惹眼。这也太漂亮了！能住这一片的都是大户人家，不是哪个单位的领导，就是以前的书香门第，都是不缺钱的邻居。房子里家具都全，只要你不嫌弃是别人用过的，你要买这里，你拖个地擦个桌子就能住进来了。3人离开后，又去了沿街的那套平房。有小洋楼经验在前，平房就着实没什么看点了。这套房子当时住进来很多人，所以有些杂乱，房子也有些损坏。你要买这里的话，可以去我们单位申请重建，我帮你找我们主任，可以给你批5层。5层？因为都是朋友，所以我建议你买这里。这里房子虽然破，但是地面积大，批了重盖，你多盖几层。前期虽然要不少钱，但是盖起来以后你可以出租啊。你留1层你自家人住，剩下4层房间不用太大，小间15块，大间6块7块都行。你看这地这么大，一间房按照大点的30平来算，1层大概能有5间房，一间按照最低的6块钱房租算，4层一共有20间这样的房子出租，那1个月就能有120块钱的房租，那1年光房租就能收1440，等于说买这房子的钱不用1年房子就回来了。乔欣怡听着钱科的话疯狂心动。如果我拿到翻盖5层楼的手续，我可以先把楼的地基打好，框架盖起来，然后有钱了再一层层盖上去吗？肯定可以啊，有钱了一层层往上盖，你这真是好主意啊。他确实聪明，
刚才看的那幢小洋楼和这套房子我都要了，要怎么联系房主买？那幢小洋楼要2800，这套平房要780，这加起来可要3500多，你全要了？都要。小洋楼是我的真爱，平房这里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计划也让我很心动。乔欣怡估算了下，买完这2处房子，她也就只能挪出打地基和起框架的钱。那现在就先回我单位，我们这就联系房主谈个价，顺便约下交易时间。回到单位，钱科当即打电话联系了房主。半个小时后，和2处房东都谈好了，明天早上9点带着你的户口和钱来我们单位办交易手续。小洋楼那我帮你谈了100块钱下来，平房那谈了80块钱下来。太感谢你了，明天办完手续我请你吃饭。吃你这一顿我可一点不亏心。本来房主和我们单位的人都说好了，小洋楼卖出去一幢给我们介绍费的，但你是李军和付青山的朋友，这150块钱我本是要都给你的，但是我找主任批，我知道的，还需要你替我跑腿费心，那钱够不够？不够的话我这在。够了，买条好烟，买瓶好酒，再请一顿饭肯定够了。他说是找主任批，但不可能就只和主任一人走动，150块钱绝对是够了，大概还能剩个10-20。但钱科也看出来乔欣怡不是那种计较的人，所以他也没提把剩下的那点零头钱还给乔欣怡。定下了时间，乔欣怡到了谢就和付青山离开了。付青山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到房子，也捡不着这个便宜。要不是实际情况不允许，我真想给你再写一封签字感谢信。明天要陪你一起吗？你明天没安排？我把事情往后推一天没影响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有你陪我，安全感直接拉满。付青山把乔欣怡送到公交车站，他才离开。乔欣怡刚到院子里，迎面就碰到了张花婶子。你奶奶在家里骂了一下午，隔着好几栋楼都能听到她那嗓门，吓哭了好几个小娃娃。对了，乔百合不是昨天回她亲爸妈家了吗？你妈怎么又把她接回来了？一听张花婶子问这个，乔欣怡就知道陈玉斌和乔百合没说何家干的那些事，张嘴巴巴几句话就把何家那点破事说出去了。张花婶子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。你们一家人我最喜欢你了，你妈几个嘴巴和焊了铁似的，啥话都不爱说。我那天回来婶子对我最好了，我把婶子当自己人，对自己人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乔欣怡一句自己人就把张花婶子哄得心花怒放。行了，你家里今太天来客人了，我就不拉着你聊了，改天有空你上我家里我们再聊。你个哒哒的，我妈前几天说你虐待她，我还不信。陈玉斌，你真要饿死我妈和我二哥。老四乔成达跟着附和。二嫂，你有其他2天就算了，这都多久了？太过分了吧？我妈没钱，我们全家都这么吃，你们这么心疼我奶，直接把她接去养呗。整个家属院都知道，乔来旺的工资全养了你们兄妹，我家就靠我妈一个人养，没钱很正常。你们这么孝顺，怎么空着手来？你怎么敢喊你爸的名字？真是没教养！我连陈局的名字都敢喊，更何况乔来旺？乡下那个爸没教过我教养，我就是没教养。倒是你们乔家教养挺不错，上别人家看望第1次见的人都空着手啊。兄妹3人被乔欣怡一番话阴阳到无话可说，他们去别人家自然不敢空着手，但是来乔来旺这里，他们习惯空着手来，连吃带拿，就没有空着手走的时候。你这孩子说话也太不好听了，我们是着急来看你，下班就赶了过来，才忘了带礼。就是你一个小辈，哪有开口要礼的，太没礼貌了。我说话不好听，你们做事就好看了。我都回来1星期了，还不够你们准备？难不成要给我准备一辆自行车？我看你是做大梦，谁给你准备自行车？我们长辈能来就是给你面子。哟，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那赶紧滚！我不要面子，我乔欣怡没教养，没礼貌，还真叫你们说对了。你们自己走，还是我动手撵？乔冬梅抬手就要打乔欣怡，陈局看见女儿被打，气得发疯，乔来旺却死死将他拦住，让这老东西过来，看我不扇死他。妈，你别掺和了，这家都乱成什么样了？一人让一步，少说一句，都是一家子，和和气气多好。你拿点钱给我，我去国营饭店买几个菜回来，今晚先对付着吃就是了。我没钱。妈，你那不是还有几10块钱吗？花完了，都怪你娶的好媳妇，她要恶习我，我这么大岁数哪扛得住饿，不得买点吃的。几10块你一个人吃完了。爸，你不知道，奶奶一天去国营饭店3次呢，她一个人偷偷吃，我和百合姐没份，我以为爸会有份。陈局，你这老婆子可真行，你看不上陈玉斌这个儿媳妇，也看不上乔百合这个孙女也就算了，你竟然这么自私，你竟然看着你孙子和你亲儿子饿了好几天呢。我怎么自私？我这么大岁数经不起饿，来旺和云柏年轻饿不喜，我把来旺养这么大，老了不该他养我，我还得养他。张花绳子，我们家的事你就别插一脚了，赶紧回去做你的饭吧。这样吧，我们一家拿2块钱和半斤粮票出来，去国营饭店打碟饭菜回来，今晚这饭总的吃不是？
说着话，乔有根就先把2块钱和半斤粮票拿了出来，其他2家也纷纷拿出了钱和票。我们都拿了，二哥二嫂是不是也拿？我妈不是做了饭，我们家自己有饭吃。你敢吃？看我不剁了你手！拿是不可能拿的，吃也不可能不吃。20分钟后，林建业提着饭菜回来了，众人去拿碗筷时，乔欣怡迅速盛饭夹菜。要死啊，都快霍光了。呸呸呸，恶心死了！你们也太不讲究了。个死鬼投胎，没教养，缺德鬼！老天怎么不打雷劈死你们？对，我没教养，缺德。你年纪大说的都对。你再不吃，连这点都没了。陈菊一边骂一边夹菜，手到之处片甲不留。剩下几人看着菜汤直接就傻眼了。百合，你昨天不是回何家了，怎么今天又回来了？何家条件怎么样？你亲爸妈工作如何？你亲爸是军官，亲妈是老师，工资不低吧？亲戚都在哪些单位？这是乔百合家，他爱回就回。你们打听何家工资和亲戚做什么？百合回去一天能知道，知道了又和大哥有什么关系？就说嘛，怎么老看不上陈玉冰？你这人连聊天都不会聊啊！我们好歹当了乔百合19年亲人，关心怎么了？几个儿媳妇里，我最看不上陈玉冰，好像谁欠他债，说话呛死人。百合，你回去一趟，亲爸妈没给点钱，没说来表示一下。陈菊，你看不上我妈，那就跟看得上的过去，别吃我妈做的饭，别住我妈单位分的房，你看不上又赖着不走，这叫端着饭碗骂娘。乔百合喊了你19年奶奶，她走的时候身上1分钱都被你拿回去。乔百合那脑子有泡的亲爸妈，除了会给她气受，还能给她钱。我是你亲孙女，我都回来1周了，你倒是给我点钱花花啊。乔欣怡，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？我没教养爱插嘴啊。哟，脾气不好，我还没骂你就气上了，脾气不好命短，死得早。乔成达站起来就要打人，坐回去，大人跟小孩计较，你也是小孩。欣怡，你呢？陈家把你打成这样，你没要赔偿？陈家当年偷孩子是大罪，要打死我也是大罪，我报公安了，他们都被抓起来了，听说要吃枪子儿呢。是啊，偷孩子怎么就是大罪了？怎么就要吃枪子儿了？偷孩子怎么不是大罪？他们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？害人骨肉分离的罪，要是能让我来判，陈家死1000次死1万次都不够，陈家就该千刀万剐。陈菊脸色大变，桌上除了二房，个个神色凝重。妈，陈家偷别人家的孩子，还要打死欣怡，所以陈家才要吃枪子儿。对呀，偷孩子不算什么，陈家主要是要打死欣怡才被判重罪。不是哦，现在到处严打呢，偷孩子这个罪就够吃枪子儿了。啊，不说陈家的事了，说我们自家的事。欣怡你19了，没上过学，从乡下来，省城又没同学朋友走动，19岁的大姑娘，没文凭找不到工作，该嫁人了。我们厂新调来的生产主任家有个儿子，比欣怡大10岁，没结过婚，连对象都没处过。主任2夫妻都有工作，爱人是工会领导，工资高，孩子是独生子，自家住院子清静，房间多，独像你们家挤。老安，别说大哥不帮衬，我特地帮你们问了，人家不嫌弃欣怡没上过学，你们家愿意结亲，他们家出200块钱彩礼。这么好的婚事，大伯母怎么不留给你家乔来弟？哎，你这孩子，我家来弟去年就结婚了，不然肯定留给他。结婚可以离婚吗？离婚再结，这么好的婚事不留着自己家多可惜。来弟堂姐结婚就和伯父家断了关系，回门都没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好办。钱春花，你和乔有根离婚，然后你去嫁。小疙瘩，天底下哪有挑唆亲大伯大伯母离婚的？也对，让人离婚缺德。那陈菊你去嫁，你丧夫不用离婚，福气你去享。行了，和长辈开这种玩笑像什么样？那个男孩是有点残疾，走路不太好看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大没处对象。他脑子没你聪明，反应慢，但老实顾家，嫁给他也不用担心他花肠子。乔欣怡你也别挑，你没上过学，文盲，比我这老太太不如。你们一家挤小屋子，你爸妈干大半辈子还是普通工人，要是能攀上这门亲，晚上关起门偷着乐吧。我文盲，家穷，爸妈没本事，长得像难民，配不上这男孩。你们条件比我好多了，我让你们去嫁啊！打量我刚回省城，不认识你们厂新主任，打量我傻子好骗。乔有根、钱春花，主任许你们什么好处，让你们捂到我面前？来，照我脑门来。乔有根，我告诉你，我脑袋有伤，今天谁碰我一下，我立刻躺下，让我妈连夜订棺材，明天一早连人带棺材抬你们单位门口，看我不讹死你们！乔有根气得发抖，却不敢上前。反了，乔家怎么出你这种哒哒哒？我不屑跟你计较。说完，乔家几兄妹便灰溜溜的离开了。经此一事后，陈玉冰也下定了决心。乔来旺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没见到你的钱，就不做你和你妈的饭。我说到做到。也从明天开始，你们乔家谁来，我都不招待。
家里只要我买的东西，你和你妈要用就给钱，水电费出一半，不然别用水电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工资下月5号发，我明天上哪弄钱给你？这是你的事，你从明天起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房东，反正从结婚起你乔来旺也从来没把我当成妻子。什么房东？这房子我儿子也有份，工厂又不是分给你一个人的。我收你们房租了吗？陈菊气急，摔门就回了房间。我被气得脑子疼，今晚我就不回我那，就住家里了。你今晚去云柏那屋和他一起打地铺，百合晚上和我妈睡一屋，我晚上一个人睡客厅。你这不孝女，你竟然让你爸去睡地板！我是病人，医生说了我得静养，和别人睡会吵着我，那要不然我爸睡客厅，我妈、百合都去和你睡，我去睡我妈那屋。听到这话，陈菊便不吱声了。今晚要在家里睡啊，你不回去的话得给李家说一声，不然看你没回去，人家会担心。我一会儿找张花婶子借个自行车回去一趟，顺路办点事，还得拿换洗的衣服过来。张花婶子一家已经吃完饭了，一见到乔欣怡，两人自然免不了一番聊。乔欣怡主打一个有问必答，把张花婶子的好奇心全满足了，真诚表现出她拿张花婶子当自己人，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。等乔欣怡骑着自行车出了家属院，张花婶子转头就把乔家今晚的热闹宣扬出去了。陈菊本来想出去找老姐妹聊聊，没想到走了一圈，她像是动物园的猴子似的被人围观，骂骂咧咧的又回来了。你生的好女儿，那张嘴什么事都藏不住，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家丑不可外扬，这道理她不懂。你会不会教？你要是不会教，我帮你教。老太太，你有能耐教你去教呗，我又没拦着你。陈菊一噎，你看她那副死样子，还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转，她像是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吗？我看她就是见不得这个家安生。你们自己说，这个家是不是从乔欣怡那个贱丫头回来那天开始变得乱糟糟的？欣怡才不是贱丫头，她很好。等我大姐回来，我就告诉我大姐，你趁她不在骂她是贱丫头。这才几天，你们都被她教坏了。老太太，这个家不是欣怡回来那天才开始乱的，往早了说，乔家自从有了你，乔家就是乱的；往迟了说，自打我倒大没嫁给乔来旺那一天开始，有了这个小家的那一天开始，这家就是乱的。以前我傻，我为了孩子一忍再忍，这个家只有我和孩子在吃亏，所以这个家保持风平浪静。欣怡回来了，她教会我做人不能光忍气吞声，气着自己委屈我的孩子。他教会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从我不肯吃亏那天开始，你们母子就不舒坦了呗。老太太，你和乔来旺觉得这几天这个家不安生，那是你们没占到便宜，你们不高兴。相反，我这几天觉得这个家可安生了，我没让你们再占便宜，我还多了个乖巧孝顺的女儿，我每一天都过得特别高兴。这要不是我舍不得花钱买鞭炮，我天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放一串鞭炮庆祝好心情。老太太要是不信，你问问乔来旺，一想到他的工资，他心里安不安生？陈玉冰这2天连妈都不喊了，又不能称老太婆，所以干脆就以老太太称呼这个婆婆。乔来旺好一阵无语，你们吵架扯我干什么？他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一听工资，心情就更不好了。乔欣怡出去了1个小时才回来，回来的时候提了几瓶冰汽水，还自行车的时候给了张花婶子2瓶，把张花婶子乐得不行，连声说乔欣怡太客气了，喊她以后要借车随时来说一声。怎么这么败家？1瓶汽水要好几毛钱，他说请就请，又没花你的钱请。乔欣怡一人1瓶分过去，然后4个人坐在客厅里吸溜，陈菊和乔来旺就在旁边看着。自私鬼，抠死你算了！我是你奶奶，他是你爸，我和他是这个家里最大的长辈，你就让我们看着你们喝。这玩意儿多冰啊！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万一给你喝嗝屁了，我岂不是大不孝？至于他脑子本来装的都是水，再给他喝，他明天指不定傻到连班都不知道上了。陈菊快要被气死了，转头进了房间。晚上凌晨2点半。乔家突然传来一声凄惨的尖叫，将附近好几栋楼的邻居全部吵醒了。乔欣怡呀，你们家发生啥事了？乔欣怡，大晚上你奶奶怎么坐在地上嚎啊？刚才那声惨叫是你奶奶喊的吧？我们没听错对吧？老天爷啊，家门不幸啊！乔家怎么出了乔欣怡这个搭搭啊？他要砸死我这个亲奶奶啊！哎呦，你家这个新孙女也太凶了！凶什么凶？乔欣怡这孩子脾气好着呢，不能光听她说话啊。大家看了乔家热闹这么多天，谁还不知道陈菊这人什么德行啊？欣怡，你别怕，你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。我们这么多邻居在呢，我们替你做主。张花婶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我奶奶是我动手砸的，可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孩子不怕，你慢慢说。我今晚一个人睡客厅，睡着好好的，刚才忽然听到客厅传来什么声音，没想到我一睁眼就看到一个人在墙角那边，正伸着手在我挂在墙上的包里偷东西。我以为是家里进了贼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我当时什么都没多想，拿起椅子就砸了过去。我是没想到这个贼会是我奶奶啊！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奶奶大晚上不睡觉偷我钱干什么？
我又没上班挣工资，我身上那几块钱都是我妈从牙缝里省出来给我用的。各位叔叔婶婶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换成你们，大晚上看见贼在偷自己的钱，你们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拿手边的东西当感人？说实话，也许我身上那几块钱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，可那几块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我妈还欠着债，能给我用的也就这些。我当时脑子就想着，我的这几块钱要是被偷了，我可得心疼死了，我妈又得去找人借钱了。我想着，我人没了都得把这几块钱保下来。大家一听，又看了眼地上散落的钱包，瞬间明白了。陈菊，这是你可骂不得你孙女，你自己老的没个正形，大晚上偷你孙女钱，你这活该啊！真是钻钱眼里了，捏着乔来旺20年工资还不够，就连乔欣怡那几块钱都要惦记，被抓了还要倒打一耙骂乔欣怡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我是他奶奶，我拿他点钱怎么了？一家人怎么就是偷了？家贼也是贼，没听过偷钱还这么理直气壮的。照你这么说，大家都和你这样不要脸了，都在自家里偷来偷去呗。就算我偷钱不对，那乔欣怡砸我这个亲奶奶就对了，我这腿肯定被他砸断了，我要去医院。大晚上的，客厅也黑漆漆的，我就看见有个人影，我又没透视眼，我还能知道是我亲奶奶大晚上不睡觉偷我钱啊？我砸的是小偷，只是没想到这个小偷是你。行了，偷孙女钱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陈菊你还好意思这么大声？乔来旺，赶紧送你妈去医院看看，你妈年纪大了，别被砸出个好歹。我要是嘎了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那你可得趁早，我全身家当就这几块钱，晚了的话钱我就花完了，你变成鬼也偷不着了。行了，你一个小姑娘尖牙利嘴的太不斯文了，少说2句话。乔来旺，你别傻站着不动啊！我没钱，你这个不用养家的身上没钱，我这个要养全家的，你觉得我有钱？陈玉斌，你是要故意耗死我啊？乔来旺脸黑了下来，觉得陈玉斌是半点面子都不给他留。星姨，你说怎么办？你一个40岁的人还要我这个小孩子教？没钱你不知道先找邻居们借一借，你下个月开了工资就把钱还给人家不就行了？还你说怎么办？笑死人了！我一个不挣钱的我还能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有样学样，大晚上去当贼给你这个当爸的偷点钱回来用吧？偷自家人的钱偷了也就偷了，偷别人钱那是要坐牢的。我又没说这些话。乔来旺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丢脸过，开口找人借钱他当然也觉得不好意思。哎，你跟我回家，我拿钱，我让我儿子借给你，说好了，下个月开了工资你必须要还。我儿子可不像你不用养家，他工资可得养我这一家老老小小。乔来旺借了钱，连夜就将陈菊送去了。早上6点半，乔来旺带着陈菊回来了。乔欣怡睡梦中被陈菊的声音吵醒，睁眼才发现陈菊是在屋外骂他。乔欣怡听了2耳朵，一脸无语。这么早，好多邻居都还在睡呢，你在这里叽里呱啦扰民也太缺德了。我一个弱女子大晚上打贼，我不使出全身力气，我难不成砸豆腐丸啊？再说了，我从乡下来的，力气大一点不是很正常吗？谁让你半夜不睡觉当贼去？对完人，乔欣怡就晃着胳膊就回去了。陈菊又要破口大骂，乔来旺开口制止他。还早呢，好多邻居还没醒，妈你别把大家都吵醒了。乔来旺在医院跟着折腾一晚上没睡，可没精力吵架，背着陈菊就直接回家了。之后乔欣怡让乔百合和乔云博在房间等他，随后拿出来一个鼓囊囊的布包。姐，你包里装着什么？这是我早上交给你们的任务，你们2个，一个去乔友根上班的厂门口发，一个去他们住的路口发，都机灵点，躲着乔友根一家人，别被他们看见，被看见也没关系，主要是怕他们来抢这些纸，怕你们抢不过他们，所以才让你们躲着他们一家人。2姐弟低头看了眼手里的纸，表情都要裂开了。大姐，你真是这个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活。我也是，我不会浪费任何一张纸。好好干，趁早出发吧，发完了别在外面乱逛，你们回这里歇着等我回来，午饭你们自己做，我得吃完午饭才能回来。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发这些纸吗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大姐，你要去干什么？我去买房子。大姐，你可真能吹，怎么就这么不信我呢？我这人最实诚了，一般时候都不说谎的呢。之后乔欣怡蹭了李军的顺风车去了他单位等付青山，等他到的时候，付青山已经到了。李军，中午我们过来接你，下了班一起吃饭。行了，这我可得多点点好吃的。上车吧。没想到你竟然会开车，付青山你挺厉害的吗？他何止会开车，坦克、大炮、大车、小车和拖拉机，除了飞机就没有他付青山不会开的。船呢？你说气不气人？船他也会，他脑子好使，学什么都快，该他学的他学，不该他学的他也学，不该他学的还学的比那些该学的人好。你就说这人是不是够气人？不气人，但确实很厉害，我也很厉害，他不会的我会。你该不会是说你会开飞机吧？看乔欣怡竟然还点头了，李军直接笑了。付青山不会吹牛，你确实会，而且还很厉害。你滚蛋！他是真有直升飞机驾驶证，不过他知道他那话李军没信。
傅青山也没信。之后，傅青山陪着乔欣怡取了钱，又去了单位，两人踩着点到的。虽然不算迟到，但是两位房主已经在这里等了有一会儿了。来了，买我们房子的是这么年轻的小夫妻，这么大笔钱的交易，小年轻能做得了主吗？通知我今天带着房屋产权证来，说好的拿钱直接转户的，今天不会让我们白跑一趟吧？着什么急呢？钱都在这了，说好了今天交易就不会让你们白跑一趟。就是，我能是做事这么不靠谱的人吗？两位房主立刻闭了嘴，没敢再多说，把人得罪了可就不买了。良久，交易完成。乔欣怡，成了，有了这个你随时可以把平房推了重建。对了，我猜你也要找施工队，我昨晚就帮你问了，你要是不介意中午喊上林科长一起吃饭，施工队那边是他在管，最近正好那边也能腾出人手和工具，林科长和李军也认识。乔欣怡当然是行，毕竟前科是为了帮他。那你们先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找林科长，再有一小会儿就能下班了。前科去找人，乔欣怡跑去借了纸笔和尺子，在纸上写画画。你竟然会画建筑设计图？这又不难，土地信息文件上都有标识，数据我都记住了。地儿就那么点大，能设计的空间有限，那边我打算盖起来以后全用来出租，所以户型就干脆定为统一30平的一居室。闻言，傅青山感兴趣的凑了过去，而前科和玲珑两人有说有笑的进来。他这是在画什么呢？他那座5层楼他自己设计好了。这不比我们单位的技术员和探测员画的差吧？林科长，你看乔欣怡的设计太厉害了，他那块地的所有空间是一点没浪费啊！我是真没想到一栋楼还能这么去盖。按照乔欣怡你的设计，1层就能有10间房，2层到4层就一共能有40间房。本来还想穿插一些2居室的进去，昨晚想了想还是算了，30平的1居室正好合适，也不用调整线路布置。你这一楼沿街的2个方向要做门市啊，两边加起来9间门市，会不会有点多？门市可不像房子那么好租。还有，现如今虽然风声没有以前那么紧了，但你这一下子盖这么多房间出租，也是担着很大风险的。我知道，反正我手里也没那么多钱一下子全部盖起来。再者，就算我真有钱，盖这栋楼加上装修，再快也要1年多。所以就算我资金充足，能出租的时候，也已经是明年春节前的事情了。另外，这边盖的时候和施工队说一下，若是有人问起这里盖什么，让大家嘴巴紧一些，就说可能是什么单位在盖什么楼。这你放心，我手底下的人我会交代他们，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这是谁的。弄门市这个你是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感觉以后会有变化，现在门市看着可能租不出去，那几年以后的事可就不一定了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省城郊区有个集市，都是村里人自己挑着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或者鸡蛋什么的在卖。这种集市10天一次，上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基本不管了，所以门市迟早能用上。当然，这是我自己分析的，你们听听就是了。要是觉得我胡说八道，你们也别当着我的面说我不对，背地里尽管嘀咕，我听不见就行。3人都被逗笑了。之后，傅青山看着乔欣怡刚画出来的图纸，问出了问题。另外2边不临街的你怎么安排？两边都架空，留出位置给租客停自行车。如果未来这些房子能都租出去，那可是有40户人家，总要有停自行车的地方。还是你想的深远，我们不嘀咕你，我们当着你的面夸你。哦，对了，我1楼就已经是贴着地皮建了，我2楼这种开放式阳台突出去了一些要紧吗？计划1.5米宽，但如果不行的话，缩成1米宽也是可以的，但都不行的话，这阳台我也不是非要不可。你简直是个人才！你既然已经把图纸画出来了，那你干脆把你的资料补全，让前科帮你把图纸拿去给领导再审批一下，盖了章以后补进你的文件里。另外，你这2面都4间，也不占别家的空间，1.5米就1.5米吧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